开端的大结局烂尾了没？这个话题从25号开始就一直被大家讨论。在微博上，话题开端烂尾阅读量为2.5亿，2.4万次讨论，而开端没烂尾的阅读量为2.1亿，讨论3.1万次。可见对于这个结局，很多人是不满的，但这么高的讨论量也侧面说明了这部剧的成功。作为无流量、轻恋爱的悬疑剧，开端为以后的悬疑国产剧做了个好模范。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大家应该都看了开端的大结局吧？这部剧自开播以来热度就非常高，不仅5天上了超300次热搜，平台播放量也非常惊人，已经破了13亿，成为开年第1大爆款。郭姨的眼神不仅让很多人产生了阴影，还凭一己之力让观众们患上了高压锅 PTSD。还有那卡农的铃声、准备要减、循环等，也成为了继2020年爬山之后被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梗。就连弹幕也能被玩的花样百出，炸了吗订单，这人能处，有某某他真某某，这局废了重开，这些话大家肯定都听过。悬疑感满满的剧情和故事，还引发了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主动探讨安利。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追剧上头了，跟着男主进入循环以后节奏飞起，演技在线，这么容易尴尬的题材，演员却表演得很真实，一口气追了8集等等。而一口气追了8集的称赞，甚至被剧迷们玩成了一个梗，成了剧情紧凑、扣人心弦的代名词。不过，这种全网盛赞在大结局播出后稍微出现了不同。很多人认为，相比较之前剧情的高潮迭起，这个大结局似乎太平淡了。剧情上也出现了好几处不能忽略的大 bug。比如李诗情拿照片的时机是不是太晚了？老张为何不逼问反诈 CP， 反而轻飘飘地放走了他们？肖鹤云的身体为什么又没事了？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循环？循环的本质是什么？这些在大结局里基本都没有解答，所以引发了很多人对剧的吐槽。豆瓣评分也受到了影响，从开分的 8.2 下降至 8.0。网上的评论也出现了两极化，有网友说结局太过完美，逻辑不通，好几个挖的坑没有补上，也有网友表示没有烂尾，只是不够好，没有很惊艳。还有网友对结局表示满意，这部剧很符合我内心的期待，圆满。因为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想法，所以这里不予置评。小编想说的是，无论这部剧是不是烂尾，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开端作为目前国内最成功的循环影视剧，它是出乎意料的成功的。剧集一共15集，前面12集都值得一个8分好评。至于开端成功的原因，小编觉得有以下几点。1. 题材新鲜，少有佳作。虽然国外已经有了《土拨鼠之日》、恐怖游轮、源代码等无限流作品，可在国内这个题材依然有大片的空白，优秀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开端利用无限流做宣传时，很多观众会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从而被吸引过去看剧。B 站知名影视 UP 主 Nobody 指出，无限流这个词语和相应的内容其实10几年前就已经有了，只不过这个圈子比较小众，此前这类作品也会选择更通俗的词语去形容，片方拿出这个词来用，大概是有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让人耳目一新。这也导致即使这部剧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无限流，但在豆瓣开分后，大部分观众都给出了鼓励与肯定。34%的观众打出了5星好评，45.7%也给出了4星，甚至有网友高呼这是一部可以扬帆出海的佳作，纷纷表示好看耶，居然好看耶！国产第1部无限流，居然每个角色都智商在线，逻辑没乱，演技也还 OK， 好让我震惊。2. 开端对大题材进行了小处理，它将原本很宏大的时间循环做了非常出色的本土化处理，将关键场景设定在了一辆小小的公交车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定。然后在时间循环这一超现实主题里，引入了丰富的现实维度，产生了受害人与警方、嫌疑人与警方2条线。在循环开始之处，车上的每一位乘客对于肖李2人而言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李诗情是更加善良的一个，他希望能够拯救全车人的生命，而肖鹤云则更以自我为优先，只想尽快逃离爆炸。李诗情固然值得敬佩，但肖鹤云的想法也无可厚非，毕竟每一次死亡都带来真实的恐惧与疼痛，在一场警察都无能为力的恐怖爆炸面前，没有人有资格指责一个普通人的紧急避险。
但随着循环的次数增加，肖里开始了解这些乘客的经历和遭遇，发现每个看似平凡的普通人背后都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与困境。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乐观、善良而坚韧，依旧相信未来。这些都逐渐改变了李诗情与肖鹤云的想法，再也无法安心做一个旁观者，从而将这些无辜者的命运和主角自身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至于之前网上很多人说的这部剧抄袭源代码，小编想说，时间循环题材最终就是要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再延伸扩展。比如彗星来的那一夜，循环的场景就是一间屋子，总不能所有作品都是抄袭源代码吧。3. 借由时间循环展示了小人物的真实生活。虽然是悬疑剧，但开端的内核是表现当下社会问题。虽然设定显得科幻和中二，但故事情节中的细节却是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在主角逐一排除车上乘客嫌疑的过程中，剧组用公交车上乘客的群像刻画了一幅众生相：嘴碎爱搭话，时刻举着手机拍素材的视频博主，背着很多药出门的热心肠大妈，刑满释放拎着儿子最爱吃的西瓜去寻儿子，渴望家庭温暖的父亲，背负债务，同时还要给女儿赚学费的失业建筑工人，热爱二次元文化，忍着哮喘偷偷养猫的孤独男孩卢迪。每个看似普通的平凡人背后却都有着自己或悲惨或心酸的往事，这些小故事都像一个个细腻的泪点，重重打在了观众心上。同时，刘奕君扮演的老刑警张成堪称国产剧中智商最高的警察了，敏锐沉稳，坚守职责。他在第24次循环中壮烈牺牲的场面，成了剧集播出以来最叫观众心疼的桥段。当然，还有故事悲剧的引爆者中年妇女陶映红，更是被很多网友调侃为郭姨。一看到她就瑟瑟发抖。刘丹淋漓尽致的表演，成功让观众感受到了恐怖、绝望和焦虑，满满的压迫感。另外，该剧还引发了网友对于网暴的思考，无论是某个循环里对肖鹤云的网暴，还是对王萌萌的网暴，都提醒着网络上无端武断的猜疑、论断、暴力对人的伤害，对整个社会安全防线的冲击和破坏。可仍然有很多人习惯在网络上以伤害他人泄私愤。可以说，开端大火其核心并非无限流这一设定，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将一起公交车爆炸事件与人性的复杂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科幻悬疑的无限流只是皮，而核心还是温暖的底色。它具有扎实的人物塑造能力，并且真正地传递着对社会的关爱、对正义的向往。而这一切对现实问题的表达，恰恰是制作方正午阳光在《山海情》大江大河以来一直擅长与坚持的。当然，这部剧也并非毫无槽点，很多观众都反映开端的节奏慢、叙事拖，如果能把故事缩减到10集以内，精彩程度很可能会翻倍。还有大量群像们苦情戏的篇幅，也造成了部分观众的不适。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开端在叙事时更多的是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前几集所提供的有效信息相当有限，整整8集之后，男女主角被炸了近20次，才最终锁定携带炸弹是中年妇女陶映红，然后又播了2集，循环了4次，他们才弄清楚爆炸真正参与者。这样的故事进度着实让不少人感到着急。但总的来说，虽然这部剧在叙事与节奏虽有遗憾，可瑕不掩瑜。开端能在还原复杂现实的同时，始终没有偏离向善的内核，演员演技也在线，剧情不洒狗血，不放大焦虑。相比较大部分的国产来说，它已经做得很好了，说不定在未来几年里不会有这么优秀的时间循环题材剧了。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开端没法抄作业，但它带来了很多正面影响。不知道大家对于开端的大结局会打几分呢？你们觉得这是烂尾了吗？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